我爹每天都让人往我的粥里抹3颗东海珍珠，胡家的女儿骨子里都要透着金银气，才配得上这泼天的富贵。珍珠粉末混着滚烫的米粥，辣得我喉咙生疼，可我必须面带微笑地咽下。爹很满意，他说只有这样才能嫁入侯门，不被那群眼高于顶的贵人看轻。前世整整16条大货船，满载着80万两白银以及难以计数的奇珍异宝，伴随我当作嫁妆踏入宋家的门槛。然而宋家竟拿我的嫁妆去填补亏空，随后却嫌弃我商户女的卑贱身份，认为我玷污了侯府的高贵血脉。在侯府，我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，遭受众人的耻笑与欺辱，最终在一个严寒的冬夜被活活冻死。临死前，我的奋力反击让整个宋府为我陪葬。这一世重生，我惊觉身下的大船已然行驶在进京的路途之中。那由16条货船组成的船队，装载着80万两白银以及众多奇珍异宝，即将作为我的嫁妆，随我一同进入宋府。一起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我四肢冻僵，歪靠在墙角，目睹宋府冲天的火光，耳畔传来阵阵斥骂、哭喊与求饶之声。我虽身死，却在临终前看到宋府满门为我陪葬，心中不禁涌起一阵畅快。春和见我苏醒，赶忙为我在背后垫上一个软枕，价值1两1斤的金丝血燕一直用小火煨着，待我醒来便盛在银白瓷碗中端了上来，入口温热，十分舒适。我吃了一勺，正在回味，春和以为我没胃口，心疼地看着我。进京路途漫长，吃食难免不如以往周全，真是苦了小姐。小姐暂且忍耐，等到了京城就不必这般受罪了。我听闻此言，陷入一阵沉默。我的傻春和呀，他觉得他的小姐吃不上刚炖好的新鲜燕窝，便是吃苦，却不知上辈子在我生命的最后那段时光，寒冬里只能吞咽酸疽，血液中仅围着破绽，那才是真正的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别说燕窝，哪怕一个馒头，于我而言都是难得的美味。我将燕窝一饮而尽，随后擦了擦嘴角，便让春和将管家钟叔叫来。此时距离我抵达京城还有5天的路程，距离我与宋敬之的婚期也不过1个多月。当天夜里，钟叔手持我的亲笔信，带着1尊羊脂玉观音和100颗夜明珠，登上一叶扁舟。我望着小船迅速朝着京城驶去，紧紧攥住了拳头。这一回80万两白银将助我登上高位，至于宋家，就等着因填不上亏空而被问罪吧。能够自己掌控的权势，我绝不会再让与他人。7月20日，胡家商船抵达京城，春和为我戴上帷帽，小心翼翼地替我系好披风，扶着我缓缓踏上码头。一个婆子满脸堆笑地过来，请我入轿，前往宋府做客。上辈子我毫无防备地跟着回到宋府，又在宋家众人的挽留下留宿一夜。没过几日，京城便传出流言，说我已委身于宋敬之。宋夫人试探着与我商量，既然我的名声已受损，愿以贵妾之位引我进门。当时我放下茶杯，传令中书将那些嚼舌根之人扭送官府。宋夫人才尴尬地说自己老糊涂了。如今想来，当时我就应当果断退亲，而非为了结盟强忍这口恶气。春和瞧着我的脸色，赶忙上前一步：妈妈糊涂了，我们小姐远道而来，正需要好好休息，家里已经准备好热汤热水，现在去做客，不是为难人吗？我装作恼怒地呵斥了春和，接着登上自家的马车，悠然朝着胡家别院而去。第2天、第3天，我召集了京城胡家商号的掌柜，查阅账本，巡视自家产业。一连几日，我都将心思放在店铺上，把宋府晾在一旁。按理说，作为晚辈以及宋敬之的未婚妻，我次日就该前往宋府拜会，但宋府不来人下帖子，我自然不会主动凑上去。反正着急的并非我，即将被圣上问罪的更不是胡家。果不其然，第7天宋府等不及了，派来宋夫人的贴身嬷嬷，请我明日去宋家赴宴。那嬷嬷临走之前，我随手赏给她1颗莲子般大的珍珠。嬷嬷眼前一亮，不动声色地将珍珠收入怀中。看来宋家已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连表面的风光都难以维持，就连当家夫人的贴身嬷嬷都许久未曾得到油水了。我叫来春和，低声吩咐，最后叮嘱他别舍不得花费，你掌握的可是你小姐下半辈子的幸福。春和哼了我一眼，嗔怪道：
小姐说什么呢？咱们胡家什么时候把这点银子看在眼里了？我哑然一笑，上辈子和一群穷酸待久了，果然也免不了变得小气。赴宴当天，我一身素净打扮，带的上门礼物也不过是一只20年的山参，不轻不重，正合我心意。把那山参送给宋夫人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她的表情从满怀期待变成了尴尬无言。宋静之的大姐宋泽之也在一旁忍不住嘲笑我。听说胡家家财万贯，胡小姐还如此节俭，可见胡家能发家也是有道理的。我不慌不忙地喝下一口茶。宋府贵为侯门，这一杯6安瓜片，怕也是数好了茶叶数量冲泡的。宋家家风清正，可见一斑。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。宋泽之柳眉倒竖，却被宋夫人威慑性地看了一眼，接着便甩着帕子急匆匆出门去了。宋夫人安慰我说，宋静之脾气不好，人却实诚，等我嫁过来就知道了。我含笑答应，谨遵夫人教诲。正在这时，丫鬟通报宋静之来了，宋夫人便借口疲累，让宋静之带我去花园转转。即使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我仍然恨得目眦欲裂。我连忙不停回想上辈子他们的下场，才调整好呼吸。我顺从地跟在宋静之身后，一起踏入花园赏景。没走几步，宋静之便用不满的语气说道：“女子性格娴静，才惹人怜爱。你顶撞大姐，大姐很不高兴。”看来是宋泽之告状去了，宋静之才过来替他大姐出头。我捏紧帕子问道：“宋小姐已经是外嫁女，我以后嫁过来便是宋府的少夫人，她对我无礼，难道我也要听之任之？”宋静之闻言，对着我想说什么，却在看见我一脸冷笑的表情后，到底住了口。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，要饭的还敢嫌饭馊，给你惯的。我和宋静之就这样一路无言，转完了花园。不知不觉，宋静之引着我来到一处小院子。这院子虽不大，但只看这一草一木，就明白都是花了心思布置的。我知道这里面住的是谁，便故意装傻，高声喊道：“这是哪位姐妹在此居住？”宋静之恼怒地让我住嘴，我也不搭理。不过一会儿，一个若不胜衣的白衣女子便出来了。即使我不喜欢赵和言，我也得承认她确实貌美。同样的素衣穿在我身上便只是清丽，穿在她身上却袅袅婷婷，让人忍不住怜惜。我故意上前一把握住她的手，冲着宋静之问道：“这是哪位神仙妹妹？长得让人看了就忍不住心疼。”赵和言的贴身丫鬟一脸茫然，接着便要扶着赵和言走，我却抓着他的手不放，而赵和言盯着宋静之，泪盈于睫，要落不落，惹得宋静之满脸心疼。我放下赵和言的手，冷声问道：“宋公子，他是谁？”在我的逼视下，宋静之噎入道：“她是我的原配夫人赵氏。”是这样啊。我故意拿出帕子擦了擦自己的手，接着那百蝶穿花的丝帕便被我嫌弃地扔在地上。我冲着赵和言故意尖酸一笑：“原来你就是那位娘家败落后被养在宋府的弃妇啊。”接着一脸得意地安慰他：“你放心，等我嫁进来了，也不会容不下你的。你既和宋公子夫妻一场，夫妻一体，为了他，我也不会缺了你的衣食。”赵和言听完我的话，身子便已经摇摇欲坠。宋静之忍不住想上前抱住他，却碍于我在一旁不敢伸手，只能一叠声地吩咐丫鬟：“快把赵夫人扶进去休息。”接着宋静之怒气冲冲地斥责我：“胡雪燕，做人何必那么刻薄？”我只冷冷地注视着他：“宋公子，两家结亲，结的是两性之好，你动不动对我不假辞色，若真的抗拒这门亲事，就去禀告你家长辈退亲。我胡雪燕也不是非你不嫁，若是放不下你的原配夫人，何苦来耽误我？”说完，我甩袖离开。宋夫人的贴身嬷嬷上次从我这儿得了一颗珍珠，这次老远看见我，便兴冲冲的要替我引路。我冷声拦住她：“不必了，你去禀告你家夫人，若是不满这亲事，可随时退亲。”说完，我便带着春和急匆匆走出宋家。坐在马车上，我才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借口宋静之得罪了我，刚好免得这几天再和宋家人纠缠。大圣朝有句俗语：“苏杭湖金银财宝懒得数”，说的就是我苏州胡家经商有道，生意遍布全国，金银财宝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爹深知树大招风，能不能保住财富，都只在权贵的一念之间，便一直想让我嫁一个乘龙快婿，能替胡家守住这泼天的富贵。却不知道上辈子他千挑万选，最后替我选了一家虎狼窝。周平侯先祖以军功起家，后来子孙纨绔不孝，
一代比一代落魄。为了支撑外面的架子，宋家挪用了户部50万两白银。事发后，圣上给了恩典，念在他们先祖有功，只要把这50万两白银补上，就不予追究。宋家的内里早就亏空，听说我在招婿，便打上我嫁妆的主意。我爹看了看宋府未婚配的几位公子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，文韬武略一样不懂，便摇了摇头。为了活命，宋家把宋敬之也拉了过来。我爹对宋敬之倒是满意，但他已经是有妇之夫，我爹自然不会同意让我去当小妾。此时赵和颜的娘家也已经败落，宋家人便骗我爹说赵和颜无子不孝，已经犯了7出被休弃了。要不是命不久矣，早就把他送回娘家去了，只是心有不忍，才让他寄居在宋府而已。后来我嫁了进来，才知道宋敬之和赵和颜牵捏情深，而赵和颜也已经身怀6甲。他恨我夺了他的正室位置，挣了一条命生下孩子，临死前让宋敬之发誓，把这孩子记作嫡子，以后宋家的一切都要归这孩子。此时我的嫁妆已经全都被拿去充了公，眼看我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宋家人便变了嘴脸，嘲讽我以商户女的卑贱身份，竟敢妄想当侯府夫人。宋敬之也恨我拿捏着嫁妆，逼他娶我，对我遭到的侮辱、欺压不闻不问。我从胡家带来的下人全被发卖，住的院子偏僻荒凉。刚开始宋家的下人还会送点残羹剩饭，没多久就连饭食也不送了，饿得受不了，我只能自己去厨房捡点食物果腹。每当这时，宋府的厨娘都会嘲笑我，比他们这些奴仆还卑贱。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我没有炭火，也没有棉被，生病了也没有大夫和汤药，最后活活冻死在那个小院子。明明是宋家人贪图我的嫁妆，宋敬之既舍不得富贵，又放不下赵和颜，他们却把所有的恶意都发泄在我的身上。这一次没了我的100万嫁妆，我倒要看看宋家如何保住侯府的地位。赵和颜又愿不愿意他的孩子继承这罪臣之子的身份？宋家派人来了好几次，我都称病不见。至于宋家的邀约，我也一概不理。春和进来禀报说钟书回来了，我连忙放下孙子兵法，上前去迎接钟书。钟书大概是累得很了，背都驼了下去，眼窝也深深凹陷。看见我，他却连忙露出轻松的笑意。小姐，事已经办妥了，这是奉郡王给您的书信。我把信先放到一边，将钟书扶到椅子上。钟书连连推拒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把他按在椅子上，使得，使得。钟书您立了大功了。钟书从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便跟着他走南闯北，虽然只是管家，但他对我却像自己孩子一样疼爱。比起家仆，他更像我的半个父亲。上一辈子，钟书眼见情势不对，替我据理力争，被宋家借口刁怒以下犯上，打断双腿扔了出去。当时我深陷莫力，无力护他。后来宋家的遭遇才将抵得上钟书受过的罪，把钟书请下去好好休息，我才打开那封信件。奉郡王是太子一系，为太子办事，而宋家在朝廷里处于中立位置。本来两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但是奉郡王和宋家并不对付。听说早先奉郡王在青楼曾有一红颜知己，一日宋敬之的某个庶弟逛青楼，一见那女子便被迷了心窍，不顾旁人阻拦，他把那女子强行拖进房间。那女子不堪受辱，自毁容颜，才逃过一劫。最后奉郡王把那女子赎了身，从此以后奉郡王便和宋家结了仇。我临死前看到宋家被抄家，也少不了奉郡王出力。和奉郡王结盟，既能对付宋家，又能攀上太子，一举两得的事，何乐而不为？当天晚上，一辆灰扑扑的马车悄悄踏着月色来到思威楼。此时思威楼里灯火通明，无数文人墨客聚在一起高谈阔论，更有甚者还叫来雅妓红袖添香，趁着酒兴挥毫泼墨。我带着春和慢慢踏上2楼，在订好的包厢内见到了奉郡王。奉郡王看见我，神色玩味。宋家的少夫人为何要帮本王？我盈盈拜道：我现在还是胡家的大小姐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而区区周平侯府并不值得我胡家奉上100万家产。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只有这种主子才值得追随。奉郡王一口饮尽杯中酒，颇觉有意思。他起身大步踏出门，声音远远传来：起来吧，太子殿下知道你们胡家的忠心了。春和进屋把我扶了起来，我忍不住激动落泪。宋家算什么？太子殿下才是我要攀附的金大腿。这世上最值钱的便是消息，最不值钱的
便是众人都知道的消息。我爹一辈子只能和地方官员打好关系，对于京城他鞭长莫及。嫁到宋家，对于朝廷派系和各家隐私了如指掌，才是我获得的最大财富。中书带走的夜明珠和杨之玉观音，都只是敲开奉郡王府的敲门砖。有了奉郡王穿针引线，我会以太子殿下的名义，将那80万两白银捐赠给朝廷，而剩下的珠宝3份送到奉郡王府，7份送到东宫。中书最近就是负责把那80万两白银悄无声息地转移到太子府，而此时离我嫁给宋敬之只有20天了。我要和宋敬之退婚，却不能让此事沾到东宫的人情，用1分少1分，宋家还不配我用到这个人情。第2天雷声大作，眼看一场倾盆大雨近在眼前，我站在书桌前，正在画一幅秋菊图。春和上来说赵和言来了，我让他把人请进来。赵和言坐下，才发现我让春和给他端上去的并不是茶叶，而是一盏燕窝。胡小姐，这是何意？我轻轻抿了一口茶。你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要叫我母亲，虽然他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我也有责任照顾好他。我继续火上浇油，燕窝滋补养颜，怀孕的妇人吃正好，你快吃吧。啪的一声，赵和言一把把燕窝挥到地上。你不过是一介商户之女，何德何能迁居侯门少夫人的位置？我放下茶盏，微微一笑，是吗？可我能帮宋家填补亏空，我便能当着少夫人。赵氏，你若再放肆，到时候我嫁进去了，便得称我一声夫人。等着孩子出生，我就把他放到妾室名下教养。赵和言面色涨红，你敢？郎君他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。我上前一步，紧紧盯着他，他允不允许重要吗？现在能救宋家的人是我，他能为了家人休弃你，自然也能为了家人放弃这个孩子。赵和言的身子真的很弱，不过争执了这么一场，他便捂着肚子冷汗淋漓。就在这时，我要等的人终于来了。宋敬之一脚踹开大门，便看到赵和言，大汗淋漓，低声呻吟。赵和言看到宋敬之，就像看到了救星，哀哀哭泣。郎君，救我！宋敬之把抱起赵和言，冲着我咬牙切齿。胡雪燕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我一把砸碎手上的茶盏，我还偏要得寸进尺。宋敬之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议亲之时可没说我还没过门就要当娘。赵氏这孩子我是容不下的。婚期将近，若是你们不能让我满意，这婚约大可终止。宋敬之气得目眦欲裂，却看到春和已经唤来护卫，他捏了捏拳头，最后还是急急忙忙带着赵和言离开。我转头吩咐春和，之前撒下的银钱该派上用场了。第3日，京城里开始传言赵和言已经怀孕。宋府公子为了这个孩子的去留，和胡家小姐大吵一架，花钱买几张会说话的嘴而已。宋府会用这种手段，我自然也会用。随着出入宋府的大夫开出了安胎药方，这个谣言已经证实了一部分真实性。若是赵和言还是侯府夫人，这个孩子自然算是嫡子，或者这孩子早出生几年，身份的正统也能保证。但现在赵和言已经被休弃，这个孩子却来了，把他认作庶子。宋敬之不乐意，把他认作嫡子。胡家小姐又不甘，宋家本想瞒着这孩子的存在，等我过门了发现了，也来不及反悔。没想到就这么被我撕开了。宋家现在成了架在火上的烤鸭，进退两难。而我已经让春和放出消息，胡家小姐气急攻心，已经陈瘸病榻。宋家要是有聪明人，就会疑惑赵和言为何会匆匆来到胡家，而她怀孕的事怎么又会被我未卜先知。不过反应过来也晚了。前几日，一对发达了的夫妻去宋家赎出了自己的女儿，现在的他们正带着大笔银钱和女儿踏上了不知名的目的地。宋家银钱亏空许多，下人的月例都不能按时发放，哪怕是贴身丫鬟跟着被休弃的钱少夫人前途不明，又怎么比得上天伦团聚、一家富足的生活呢？赵和言没了贴身丫鬟，再提一个上来就是，而这只是发生在宋府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。今时今日，我倒要感谢宋敬之和赵和言之间的夫妻情深了。如果不是真爱，怎么可能在死亡的威胁下，还那么容易就被贴身丫鬟鼓动着来找我呢？婚期前10天，胡家大总管胡忠一路敲锣打鼓，挥洒着铜板，吸引了沿途无数百姓。然后
他带人来到宋府门前，高声道：“最近有一算命先生说，我家小姐今年冲撞了太岁，不宜婚嫁。今日奉我家老爷之命，特来退亲，耽误了宋公子的人生大事，送上万两白银，以作小小弥补。”几台箱子依次打开，就摆在宋府门外。众人一看，里面都是白花花的银两，不少人瞬间都露出了贪婪之意。宋老爷派人把胡忠迎进去，临进门之前，胡忠对着众人大喊：“算命的说，我家小姐今年需要多做好事。等下胡忠出来，就请各位高龄去天香楼吃席，也算替我家小姐积攒一下福气。”围观群众忍不住神色激动，还有人兴奋大喊：“好，胡总管，我们可等着您出来啊！”我坐在马车里，把车帘掀开一条缝看了看，接着便吩咐车夫该走了。春和一脸忐忑地问我：“小姐，宋家会答应钟叔退亲吗？”我微微一笑，宋家不想答应也得答应。我已经明明白白说了我的要求，宋敬之不会真的忍心赵和言和他肚子里的孩儿去死。再加上今天这么一闹，宋家虽然不要脸，但不是真的一点体面都不要了。老实退亲还能得到1万两银子，不退亲不仅什么也得不到，还要被所有百姓看笑话。春和还要再问，我轻轻捏了捏他的脸：“好了，别问了，你等着看吧。”当夜，钟叔兴冲冲地回来，递上我和宋敬之的合婚庚帖，我用蜡烛点燃，然后扔进火盆，接着吩咐钟叔，仓库那里随便派几个人守着就行，有人来偷袭，就让他们赶紧跑，千万别抵抗，保住性命要紧。随后，我带着钟叔和春和连夜搬到靠近武城兵马司附近的一座院落入住。果然，第3天钟叔就来禀报，胡家别院昨夜来了一伙强盗，他们打晕了护卫，打开了仓库，却发现仓库里原本应该存放的满满当当的80万两白银，竟然无影无踪。护卫在他们的逼迫下，告诉他们小姐已经把那100万嫁妆都捐出去了。领头的人咬牙切齿地问银子捐给谁了。护卫战战兢兢地告诉他们，朝廷所有的银子现在都在国库里封存着呢。一想到那伙强盗吃瘪的样子，钟叔就忍不住发笑：“小姐放心，没人丢了性命，有几个护卫受了伤，也都把补贴的银钱发下去了。”知道了，我吩咐钟叔一定要请大夫给他们治伤看病，看好为止。接着喝下一口茶，想到宋家人现在的脸色，却忍不住把茶水喷了出来。当天中午，一队人马来到大门口，一路上敲敲打打，十分喜庆。我连忙大开正门，正装肃穆，带着众人跪地迎接，口呼万岁。领头的太监宣了圣旨，我这才知道圣上知道我把嫁妆全都捐赠给了朝廷，特意赐字“惠兴完治”。这一副圣上的字自然不是一般的字，不用我说，钟叔就对着领头的太监不住道谢，接着塞了好几张银票给他们。等他们走后，钟叔激动地连忙吩咐下人把宅子重新洒扫一遍，接着又亲自把那幅字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便急匆匆出门去找雕刻的工匠。春和看着那幅字，想去摸摸，又不敢抬头问我：“小姐，我不是做梦吧？这真是皇上写的字吗？”我点点头，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惠兴完治是夸赞女子品德高尚的意思，有了这幅字，以后任何人都不敢再拿我出身商户来讥讽我了。宋敬之是第2天找上门的，也是，若还反应不过来，我会怀疑他真的是个十足的蠢货。一来到胡家，他便气势汹汹：“是你是故意的。”我乐得装糊涂。宋公子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他看着我，一脸气愤：“别装了，退亲是你一手计划的，何言是你故意引到别院的，也是你把她怀孕的事闹出来的。银子早就被你捐了，你根本就不想嫁给我。”我目光冰冷地看着他：“我为什么非要嫁给你？你们宋家骗人在先，不就是为了我的嫁妆吗？”接着我泯然一笑：“还是说宋公子突然发现对我情根深重，不能娶我，你会抱憾终生？”宋敬之用手指着我，却再也吐不出任何话。这场婚约本就是利益的结合，他家先行欺骗，被我反手背刺，说到哪里也是活该。就在这时，赵和言跌跌撞撞地跑过来，一上来便抱着我的腿哭求：“胡小姐，求求您嫁过来吧，我愿意以后为您打扇更衣，以侍妾身份服侍您，我的孩子也会尊您做母亲。”春和一把把赵和言扯开，宋敬之上前扶住赵和言，心疼道：“娘儿，别求这个毒妇了，没用的。”我哑然失笑，
不嫁给他便是毒妇。那他们一家人是什么？畜生吗？我对着赵和颜一脸歉意地说道：即使我嫁过去，也只能带个光溜溜的人了。我的嫁妆已经冲进国库。赵夫人，你有胆子就去求圣上把嫁妆还给我吧。赵和颜还一脸期盼地看着我。可是你们胡家富可敌国，应该还可以再给您凑一份嫁妆。我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嘲讽她的天真。赵夫人，80万两银子，不是80个铜板，你知道是多少钱吗？历代以来，全国税收顶峰也不过几千万两白银，你动动嘴巴就想让我胡家拿出1个州的税收，你好大的口气！赵和颜无助地扯着宋静之的袖子。郎君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宋静之搂住赵和颜，安慰道：没事的，言儿，天上人间，为父都陪着你。我感动地说道：古有梁祝化蝶，今天总算也看到生死相依的真情了。就在宋静之和赵和颜希冀的目光中，我吩咐春和送来1壶杜康酒，接着递给他们2人2个酒杯，再给自己斟上酒。我胡雪燕敬你们2人，在地下也长长久久的做一对鬼夫妻。宋静之闻言，恼羞成怒地扔了酒杯，而赵和颜也不再是低声痛哭，而是嚎啕大哭。眼看宋静之抱着赵和颜走远，我一脸茫然地问春和：我祝他们夫妻俩恩恩爱爱，难道不对吗？春和一脸悲痛：我家小姐常常因为太过善良而被这起子小人欺负。我和春和相视一笑，接着便携手进了内院。2个月后，即使宋家疯了一样变卖房产、店铺、田地，他们也没凑到那亏空的50万两白银。眼见宋家要彻底倒了，姣好的贵族是有多远躲多远，生怕到时候一不小心就连累了自家。而已经交恶的勋贵之家，比如奉郡王，趁他病要他命，能卖2000两的良田，他出价500两，爱卖不卖，反正等抄了家，说不定1文钱都不用花呢。宋家的老爷少爷们不仅卖掉了自己珍藏的珠宝字画，就连心爱的小妾都直接叫来人牙子拉走。而宋家的女眷们也换下了绫罗绸缎，摘下了头上的金簪玉环。宋家又想起手里还捏着的大批奴仆的卖身契。那几天西市卖人的地方倒是人满为患。一日，春和皱着眉头告诉我，宋夫人和宋家小姐来了。我吩咐春和给他们上了香茶点心，又细细打扮了一番，才慢慢来到会客的主厅。打眼一看，就看到宋夫人和宋泽之一身粗布麻衣坐在下位，而桌子上的点心已经被吃完了大半。我本想说何至于此，但转念一想，我要是宋家人，现在肯定能节省1两是1两，说不定圣上看自家认错态度良好，一时心软，便能保住脑袋。宋夫人和宋泽之见我来了，连忙拘谨地站了起来。我只装作仿佛从来没和宋家撕破脸一样，态度和善地问他们光临寒舍有何贵干。宋泽之态度谦卑：胡妹妹以前是我不懂事，今天来就是求你别和我计较了。我看着我这上辈子的大姑子，她曾经拿走我一盒一盒的东珠，一对一对的瓷器，几尺高的珊瑚，名家字画和孤品书籍，却在婆家妯娌嘲笑她的弟媳是商户女后，抱怨我拉低了宋家的门楣，让她在婆家丢脸。宋夫人也讨好一笑：燕娘大人大量，自然不会和泽之计较。明明宋泽之年纪比我大，宋夫人却硬生生把我的身份抬高到长辈的地位，举止粗鄙，商户人家就是没规矩。下去吧，离得近了，我怕也沾染上你这满身的铜臭气了。宋夫人讨好的笑脸和上辈子她表情鄙薄的脸不断重合，那些嘲讽我的话仿佛又在我耳边回响起来。我忍住心里的怒气，平静问道：有什么事？宋夫人和宋泽之相互对望了一眼，说了半天，我才明白，原来宋家砸锅卖铁才凑到了15万两白银，他们今天来便是希望我慷慨解囊，借他们35万两银子。我哈哈大笑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然后指着自己问他们：我很像冤大头吗？35万两银子，光是京城的产业，我调一调都能凑到，可是我凭什么帮他们呢？宋家人都是喂不饱的白眼狼，帮了他们，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在你身上狠狠撕下一块肉。眼见他们还想再说什么，我直接喊道：春和，送客。过了几日，春和告诉我，宋泽之已经被婆家休弃，而赵和颜在京剧的气氛中，身体终于支撑不住，失了孩子，他血崩不止。大夫说，要是有100年人参，说不定就能保住性命。而此时的宋家，别说没有100年人参，就是有，
那也是拿去卖了换钱，也不可能拿来给他治病。赵和言挣扎了几天，最终死在他那座一草一木都曾经无比精致的小院中。听说赵和言刚咽气，宋静之便呕出一口心头血。等他醒来，便突然不停地喊着报应啊，报应啊！宋静之疯了，但圣上可不会因为他疯了就网开一面。限定的日期已到，宋家人终于全都下了大狱。听说宋静之疯了，我必得凑凑这个热闹。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阴暗潮湿的天牢里，宋静之独自一个牢房，脖子上还被戴上了重枷，只能趴在地上。狱卒解释，虽然宋静之是文疯子，但到底怕他暴起伤人，便给他一个单间。我轻轻蹲下，喊道：“喂，宋静之，你还认识我吗？”宋静之两眼无神地盯着我看了看。你来了。我有点糊涂，这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？怎么看着挺正常的？想了想，我又问道：“你真的疯了？”宋静之嗤笑一声，接着便不回答了。我正想离开，宋静之突然出声：“上辈子拿了你家的银子，却没好好待你。你刚死，宋家便牵扯进谋逆中，满门抄斩。这一辈子你没嫁过来，宋家又迎来原本的结局。看来真的是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”我身子一震，回头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而宋静之又不回答了。想了想，我吩咐春和再给狱卒2个红包，待到他们都走远了，我才慢慢回到宋静之的牢房前。不是报应，我悄悄告诉宋静之，宋家被牵连进谋反案，是我做的。宋静之还是那样趴在地上，等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突然抬着脑袋盯着我，厉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哎，别这么大声嘛！我撑着脑袋看着宋静之，笑眯眯地告诉他：“你让我想一想啊，我们当初从没圆过房，而你又答应了赵和言，会让他的孩子继承宋府的一切，我就明白了，大概和你们联姻这笔生意，我胡家已经没有任何赚头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必得为我们胡家好好打算打算。宋家是我的敌人，那我只能找敌人的敌人来结盟了。你不了解我，便不知道我这个人有2手绝活，一手丹青妙笔，画的菊花和真的一样，另外一手便是临摹，只要我看过的字，便能临摹的9成相似。刚嫁进宋家的时候，我还是想着嫁都嫁了，最好和宋静之还是相敬如宾，于是进他的书房，给他送过几次汤水。后来他不在的时候，我也进去过，东看看西瞧瞧，便熟悉了宋静之的字，又恰巧看到了他私章的印鉴图案。毕竟是80万两银子，手里不握着点把柄，我实在不安心。宋家人变脸之前，我便做好了和宋家人撕破脸的准备。那时候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需要我掌握的信息，比如宋家的头号敌人是奉郡王，比如奉郡王也有个别院，附近有座寺庙，我给了寺庙住持一幅画，又添了一大笔香油钱，和住持约定好，如果大寒那天我没取走那幅画，就请住持把那幅画交到奉郡王府。听到这，宋静之急急忙忙地问我：“什么画？”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一幅我画的秋菊图。宋静之神色崩溃：“凭什么？你一幅秋菊图便能让我宋家满门抄斩？”我娇声斥骂他：“你别吼啊，让我想想，我还在上面临摹你的字迹，提了一首诗，又仿刻了你的私章盖了印，怕不明显，还特意写上你的名字。那首诗怎么念的来着？”我循着记忆慢慢回想，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尽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宋静之听到这儿一惊，一脸不可置信，半晌后他苦笑：“我花开尽百花杀，皇朝的事，怪不得，我的字迹，我的名字，我的私章，又是交给奉郡王，怪不得会被打成铁案。所以，若我和你圆了房，你便不会如此决绝吗？”也不是，我连忙摇摇头，我又不是非要和你困绝，主要是看我怀没怀孕，看胡家和我的孩子能得到多少利益。若是你还是想把全部家产都留给赵和言的孩子，我的孩子什么都得不到的话，我想我还是会拿宋府当做投名状，只要人家给的比你们价格高。毕竟你们家人说话真的太难听了，在商言商，拿我家的银子救了命，分好处的时候却想撇开我们，生意不是这么做的。你们宋家先坏了规矩，便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。春和提醒我，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我拍拍裙子上的灰尘，便离开了天牢。而宋静之似乎接受不了真相，精神崩溃了。看我走了，他在身后大叫着：“你回来！胡雪岩，你回来！”我还有一件事没告诉宋静之，当初被困在宋府后院的时候，我便写下一封血书藏在身边，若是我得救了，那份血书就是我的保命法宝。忠君爱国的妻子
被意图谋逆的丈夫困在后院搓磨，害怕真相不能大白于天下。妻子在随时可能丢命的危险中，用鲜血写下信件，终于圣心日月可见。多么感人肺腑的故事！若我没得救，只要有人翻出这份血书，宋府谋逆的可信度就又增加了。毕竟死人的话最可信，这样不仅能顺利摘出胡家，还能替胡家带来满门荣耀，生出一个如此忠烈的女儿，实在是可歌可泣。哦，你要问我，万一老和尚掉链子怎么办？好说，御史大夫附近的庄子，圣上贴身太监宫外的别院，尼姑庙、道士庵，24个节气，一个节气一幅秋菊图。我还不信宋家能次次都躲过去。想到我死的那日刚好是大寒后第3天，看来奉郡王是被什么事耽误了，才推迟了去别院泡温泉。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宋家人自诩门第高贵，想利用完我就把我丢在一边，却没想到商场如战场，我跟着我爹耳濡目染。比起我这个商户女，他们实在太天真了，天真的让我都有点不忍心送他们去死了。罢了，等宋家判决下来那天，我要带着春和吃1天素食，就当积一积功德。宋敬之上路那天，父亲还有几位叔叔刚被拉到菜市口砍了脑袋，母亲、大姐还有其他的堂姐妹已经被拉去卖了，而他和他幸存下来的兄弟们则带着枷锁徒步千里流放到岭南，当然其中不包括得罪了奉郡王爷的那个庶弟。他刚一入狱便受了宫刑，接着狱卒用汤药吊着他的命，今天也陪着父亲上了断头台。比起上辈子一家人进了诏狱全都丢了大半条命，再整整齐齐地跪在菜市口，这辈子胡雪燕似乎还手下留情了。路上刚开始还有兄弟们抱怨，若是他老老实实地娶了胡雪燕，得到了那100万嫁妆，他们也不必受这个罪，父亲他们也不会丢了性命。宋敬之只想嘲笑他们的天真，胡家的钱是那么容易拿的吗？上辈子还不够得到教训吗？胡忠拄着拐杖来过诏狱1次，然后他们受的刑罚就更酷烈。后来他们死无葬身之地，胡雪燕却风光大葬，胡家也得了忠烈之家的称号。更进一步，就是因为他们太自大，以为用了胡家的银子却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。可仔细想想，胡雪燕从没主动害过他们，都是他们心术不正才落到今天这步。若是宋家愿意尊重承认胡雪燕少夫人的身份，他愿意和胡雪燕生下孩子当做继承人，胡雪燕也不会倒戈相向，而这本来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宋家对胡雪燕的蔑视不可能改变，他也不可能放弃妍儿的孩子，转而让胡雪燕的孩子继承他的一切。命运的残酷就是让一个人看起来有很多种选择，其实永远只有那一个选择。想到这，宋敬之又笑中带泪，大喊道：报应啊，报应啊！一起上路的兄弟们早就懒得理他了，只有押送的官兵看到宋敬之这个样子，抱怨道：哎，这个犯人又开始发疯了。